你说这两个小书呆子谁会赢？他们俩可不是书呆子呀。焦俊臣已经将儒家易经与天地治理融会贯通，养浩然正气，厚积薄发，一朝悟道。朱毅虽然修行的是玄门天宗的法门，但头顶也隐约有文华之气显露，处于一个静养积蓄的阶段。朱毅若是此战能战胜焦俊臣，或许就是他将积蓄力量释放出来的时机。问题在于，他能胜吗？难得有志同道合之人，就为你表演一番。大勺吗？果然是同道中人。儒学六艺，礼乐射御书中的乐，又称六乐或者六舞，即云门、大弦、大勺、大夏、大户、大舞6种古乐，而焦俊臣演奏的就是其中的韶乐。不愧得之以哉，大也！如天之无不道也，如地之无不在也。虽甚圣德，其灭以加于此矣，观止矣的评价，古人诚不我欺。上古圣贤评价韶乐称尽美矣，又尽善也，是觉得韶乐完全隔绝了纷争，合乎理治天下的道理。阁下在这里用出来，却是为了消弭我的斗志，令我不战而败，未免功利性太强，反而失了这大勺的本来风采。你我今日本就是要一争长短，我师出有名，无畏执行的大武，远胜过你虚伪造作、粉饰太平的大勺。你有争胜之心，韶乐便不再是韶乐，又如何能胜过五乐？确实如此，听君一席话，我受益匪浅。就算是真正的韶乐，也未必就能胜过五乐。圣贤言韶乐尽善尽美，评价五乐稍逊一筹，那也只是他自己的看法，却并不代表一定正确。我辈读书人，天大地大，道理最大，圣贤也大不过道理，代表不了道理，说出来的话不全是道理。君王错了敢直谏，圣贤错了敢理论，这才是读书人。但是你敢与圣贤理论，却不代表你一定是正确，圣贤一定是错误。事实终将证明谁对谁错。有理。那现在就让我们先论证另一件事情好了。他少有的主动出击，这状态仿佛是文思泉涌，不吐不快了。欲胜。此人是你的劲敌，与他交手法术只是旁枝末节，关键是上古儒门道法在大方向上的思路，你不妨细细揣摩。多谢师父点拨，弟子心中有数。黄姐，焦先生不占优势吗？不，焦俊臣现在占上风，掌控了战局的主动权。那朱毅比我，比焦俊臣，比所有人预想中的还要难对付，而且还要出色。他竟然在同焦俊臣交手的过程中，揣摩焦俊臣的道法与神通。这朱毅揣摩焦俊臣的道法，就是为了完成破茧成蝶的最后一步，借助自焦俊臣道法得来的领悟，捅破那最后一层膜。眼下这一切早在那玄门之主的预料内，甚至有可能就是出自他的授意。这玄门天宗到底是哪里冒出来的？没有一个不叫人吃惊啊！虽然我乐于成人之美，却也不愿意给他人做踏脚石啊。哟，好难缠。他似乎能提前布下陷阱，等我去踩。怎么回事？原来如此，这就是术法。他参悟出了推算对手动向的神通。哦，这便是书，一个文字，便是一道法术。哼，玄机侯大管事张海，也是以文字书法入道，与这书法有异曲同工之处。原来如此，智慧之火在抵挡神魂。鱼跃龙门，人人艳羡，却又有几人注意到，绝大多数鱼越不过那道门槛呢？你要借我力，那我就索性帮你一把。只是不知道，你是鱼是龙？哼！
兵，想用兵礼定下宾主关系，让我更加被动。多谢焦道友的盛情。你这文章，足以引起上古圣贤惊叹，是文化之气与道法之力的完美融合。好啊！大周皇朝明年的科举，你若是不能高中，我实在想不出还有谁能文压众人，一举夺魁了。可惜，我积累仍然不够。这篇文章，我眼下只能做一个开头。即便如此，你这篇文章也足够不凡了。宾礼不足以应对你这篇文章。祭人鬼，祭先王先祖，地祭先王先祖，春祀秋长，享祭先王先祖，吉，祭地起，祭社稷，五岳，祭山林川泽，祭四方百物，祭诸小神，祀天神，天道主宰，祀日月星辰，赐司中司命与师。这是云门之舞，6月之中最为古老的云门大卷，传闻之中早已失传，想不到今天竟然可以再次见到。去！史上第一祖师爷第2季，每周5、周日10点更新1集，看玄门天宗如何成为史上第1大宗门。来者何人？亮出总令。在下韩厥，是一介散修，炼气境9层，想要拜入玉清宗，不知可有门路？三灵根。点击契约，悄悄修炼1000年，每周6、10点更新1集。